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0月10号，家人们早上起来应该要继续数钱了。昨天也是在给朋友们信心，狗狗币自2天之前跟朋友们讲，有可能狗狗币是要上台了，到今天利润是不是非常的爽？我计划要把狗狗币的杠杆倍数给拉满，或者等下来跟大家讲一下，狗狗币现在是马斯克确定就是在看图喊单这个狗狗币，等下来跟大家讲马斯克他们到底在干嘛，就是要让狗狗币替代这个美元啊，现在是很确定的，可以看一下，连推特的头像都已经换掉了这个狗狗币的登录头像，所以也是跟朋友们讲，未来国际支付、国际结算有可能就是美元要走下历史舞台，狗狗币是要上台哦。包括昨天视频也是在跟大家讲，美元目前的整个总市值 M2 的供应量是在21万亿。如果全世界的很多欧美体系的国家未来不使用这个美元，那全部都用狗狗币的情况下，不要去管狗狗币到底会不会涨到10美金啊，还是说不会涨到100美金，我个人是觉得完全是有可能，或者等下来跟大家讲一下，就短期现在是已经如期突破了我前面讲到的这一个高点，那下一个上涨目标会到哪一个位置，包括短期目前狗狗币的整个技术形态以及比特币它到底要整理多久，等下来跟大家探讨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把你拉进 VIP 组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狗狗币的价格，其实很漂亮啊，现在一根大涨，量能是继续放大啊。其实就这一根 K 线出来的时候，已经跟大家讲，它这一根 K 线就是有效的一个突破，因为也是阶段里面非常大的一个量能，基本上是超过前面的一个量能，整理到位突破。那我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吗？一般过重要的压力位关卡，短线的这种形态需要这种大量的突破。狗狗币突破就是有效突破，你不要去管它是不是压回。昨天是视频再给大家信心，我个人还是继续报啊，反正尽量给我看高一些，不一定要看的这么短浅啊。现在这个位置早就已经过了呀，它高点都已经突破，说明这个位置有买入的筹码都已经全部解套，只是收盘它现在还没有收在这个上方，有可能也是短期涨幅有一点大。然后这个位置有可能主力会不会继续洗，也是不排除，但是我个人的观点，现在整个形态是非常漂亮，基本上是涨的时候有量，涨的时候有量，而且又有马斯克在那一边喊单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，如果它下一个上涨的目标位，我们看整波狗狗币洗盘的整个形态，它这边如果是一个箱体，或者是拉长一点的话，也可以延长到这个位置的一个箱体。它如果整个低点全部都是在箱体的一个结构，比如说这下方只是一个陷阱，其实这是一个类似塔形底或者是诚信的一个结构，或者是这边也是一个多方吞噬。包括它这一次压回的低点虽然是破了这个点位，我当时的一个程序交易的单子在这个位置群里面是有给出来，也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给我抱住。那更大的一个上涨目标位，如果再翻一个矩形，其实还有一个目标位，就是下一步去观察一下 0.135 的位置，大约是在这个高点位置，就是这一根是一个空方的插入线。那我们观察一下，后面它有2个位置是在反这个插入线的实体啊，就是这一根下跌 K 线实体的一半位置，这2个上影线的高位，这个位置到时候去观察会不会有一个压力区，因为我矩形画的也是不是很标准啊，所以观察一下会不会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压力区。当然我个人不会看的这么短浅，因为马斯克现在是在喊单这个狗狗币，要知道狗狗币在历史上它涨的时候不是只有涨20-30%，有可能动不动都是2-3倍的一根 K 线来涨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周线，昨天有跟大家讲到的一个观点，也就是在昨天视频结尾的时候有提到，目前周线里面狗狗币的牛熊线，去观察一下它这个形态，就是当时收购这一个推特后面是有一波拉升，跟20年的这一波拉升是不是一样？然后后面它整理到位是破位挖坑，继续洗到这个牛熊线下方。那我们可以拉进来观察一下，当时在这个下方的位置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洗到这个下方洗了接近
十几周应该是有可能。后面是一根 K 线突破，我现在是忘了这个位置突破的时候，马斯克是不是有在喊单？但是我记得就是在这一波整个拉升的时候，马斯克是一直在喊单哦，所以后面突破的这一个牛熊线，它后面是怎么涨的？比如说第一波的涨幅涨到这个位置是涨了3倍，然后第二波涨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当时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是涨了接近20倍哦。后面是继续在创高，涨到历史最高点 0.7 的位置，这个位置是涨了250倍哦，就是从这一个牛熊线突破的位置，这整波涨幅是涨了200多倍，所以也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给我抱住啊！现在是整个狗狗币，我个人观点也是非常漂亮，不排除如果未来上涨个200倍，有没有可能到10美元以上？包括昨天也是在跟大家讲，狗狗币1300亿枚。你如果涨到10美金的话，差不多也就1.3万亿啊，1.3万亿跟那个美元目前的市值比对的话，其实也是小巫见大巫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狗狗币周线的几个压力位啊，除了一个0.135，就这个上影线的位置啊，更高点的一个位置其实也是很接近2022年3月份到5月份的这个区间。当时这边是有一个矩形，就是这几个高点的位置大约是在0.18附近，也是有一个压力区啊。如果下一步真的继续攻，或者是来到这个0.135，或者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到时候我们也要去留意一下，压力会不会是压力，它会不会整理一段时间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狗狗币它的一些技术形态啊，比如说日线，我们可以很明显观察一下，其实这一根我个人的观点是有效突破，就这2天啊，它有压回的低点都是在踩这个哈根阿西，绿柱已经放出来啊。它其实就类似上一波绿柱放出来的位置，你有这种下影线有跌回的位置，应该都是买点啊。所以就这2天的跌回的低点，它跟阿西全部都是买点啊，就看个人敢不敢买。或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其他的一些技术指标，包括前面有跟大家分享过 DMI 指标，很明显的观察它在这个位置整理到位。为什么我杠杆从10倍、10几倍拉到目前39倍，我计划要再拉到50倍哦。就这个绿色的，是不是在交叉这个红色的？所以可能就是一个波段要开启啊。包括之前的狗狗币在这一波上涨的时候，是不是一样？就是这一个绿色的这一个跟这个红色的，它是形成一个正向的交叉，就这个 DMI 指标，所以尽量给我抱住啊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 MACD 的狗狗币日线，也是很漂亮啊，柱状是放的比前面都要大，所以尽量给我抱住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日线狗狗币的这个丝绸线啊，也是非常的漂亮。目前的话，丝绸线已经是正式在这个位置形成交叉，基本上要全部形成一个多方排列的结构，所以也是希望家人们有利润一定要给我抱住哦。包括这个推特现在头像都换了，我相信亚太时间很多的投资者起来以后肯定会进场。包括我个人想跟一些看市值的一些投资者聊一下这么一个观点。很多人不明白马斯克收购推特，现在是把推特的头像都已经换成这个狗狗币，目的到底为了什么？历史上如果感动到美元利益的一些大人物，比如说林肯总统，在历史上也是动到了美元的一个印钞的权利，或者是肯尼迪总统，也是因为动到美元的一个印钞的权利，后面都是被暗杀。所以我个人的观点，马斯克他就是有背后的财团在支持他，包括 SpaceX 后面的资金到底是哪一个财团在支持他，有可能就是这一个支持他一直在喊单这个狗狗币，还可能就是希望让狗狗币上台，美元的话下台，有可能未来的话整个国际的支付就是要用这个狗狗币来支付，或者是狗狗币有可能就是要去火星啊。其实国际的财团最看重的一个是媒体，还有一个就是货币印钞的权利，因为有了货币印钞的权利，还需要一个媒体的一个传播能力啊。所以也是跟大家讲，尽量给我拿住嘛。那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的一个形态，其实也没什么跟大家好聊的。我个人的观点还是一样啊，已经是计划了有一段时间，从这一根 K 线开始就跟大家讲，估计要箱体震荡。那至于昨天这个下跌，我个人感觉是跌不下去啊。你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，它是在低档的位置放量，
昨天在这个位置跌的时候，包括推特上面也是有发的几张图片，我个人是觉得跌不下去。你可以观察一下，跌的时候有量吗？没量啊，就是筹码有吸收的迹象，包括跌下来有可能就是会有资金在这边接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，其实基本上这一根下跌是有量啊，有量那可以看一下高点是不是基本上感觉都要全部吃掉。所以我个人观点，有可能现在比特币就先观察吧，它还是在这个位置震荡，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。